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老游的频道。这期视频老游想来点特别的，分享一个双排上分套路给大家。这个赛季我用小号和老朋友一起用这个套路来上分，所以这个套路最后的成绩定格在100场87%的胜率。这个上分套路的核心位置分别是射手和辅助。接下来就有请小帅来分享这个套路的主要2个英雄。大家好，很高兴小帅又能为大家服务。这个套路最主要的核心英雄是普罗迪这个技能型射手，玩法核心都是围绕着这个英雄。首先灰技是选择刺客灰技，低阶技能选择撕裂增加穿透，中阶技能选择武器大师增加输出，中阶技能选择电光石火来增加续航和追击能力，战场技能选择瞬移，技能就有大点大，主1副2。第2个主要角色就是洛丽塔这个辅助。我们先来分享灰技以及技能的选择，至于实际玩法我待会再分享。灰技选择辅助灰技增加治疗量和冷却属性，低阶技能选择活力来补上洛丽塔过低的生命值，中阶技能选择重整旗鼓来减低战场技能的冷却时间，中阶技能选择焦点标记来增加普罗迪的伤害和移速，战场技能选择治疗之拳恢复2人的状态，技能就有大点大，主2副1。这期视频我先展示洛丽塔在面对克制敌方阵容的情况下可以打出多强势的效果。这局游戏的素材是之前大号所打出来的段位在传奇3，所以大家可以忽视这局所带的坦克灰技，刚才所介绍的才是我常用的灰技。这期素材里充满我想表达的玩法思路、默契配合和强力的压制。这个影片反响不错的话，我会多做几期来分享遇到不同情况如何做出应对。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游戏一开始，我们选择眷顾祝福，并立刻往金币路上赶路。赶路期间的洛丽塔一共可以使用2次1技能来赶路。我们要比敌方射手更早的赶到中间草丛那边埋伏。如果遇到敌方有明确反野的阵容或佛朗哥，我们就要改变计划，先帮打野清野。说回我们先赶到中间草丛的目的是等到敌方射手跑出来清线的时候，我们就配合射手打他一波血量。我们这波一开始就打掉花火的尖盾技能，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打掉他的血量、战场技能和回复技能。我们可以不顾一切的跟对面换血，因为我们可以开治疗之拳来恢复状态。早用早 CD 我们不必过于的节省了。我本身这个前期战术的成功率高达80%。剩下的2成的失败原因有被敌方射手发现了埋伏的位置，第2点就是敌方同样带有一个有回血效果的辅助英雄。刚刚那波就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这对组合的强势阶段是在射手4级之后。4级之后我们再来打越塔强杀的这种战术。这个套路的玩法的核心选择普罗迪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普罗迪打满一套连招，再加上大招就可以轻松的秒杀对面的射手。前期只要洛丽塔升到了2级，我就可以配合队友完美的压制他们。普罗迪站我后面打输出，我顶在前面举盾反噬他们的伤害和技能。当他们没有控制技能打断我2技能的时候，这个套路就会变得非常的无赖。当然这个玩法也需要一定的场数来培养默契，同时也能享受打默契的乐趣。然后这对组合在抢金币野怪这方面，如果没有第3方介入的时候，成功率接近100%。只需要在金币野怪快没血的时候往敌方射手举盾，就可以防止他们抢到野怪，非常的无耻。然后在他们没有打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蹲在这个草丛里帮射手看视野，尤其是在逆风局更加要做这个动作。还有一点，虽然一开始我一直连着射手，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连起因的打法。在前期帮队友打掉对面的血量和状态取得优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抢靠近金币路的河道野怪。然后神龟刷新的时候，我们要过去帮忙抢龟和打掩护。我们不能一直连着射手的原因有2个，第一，不能一直把中立资源让给敌方；第2点，如果一直贴制射手，会引来其余3位队友的不满。做该做的东西来稳定队友的心态，一场游戏的输赢，我觉得心态占50%。而当我去帮忙抢龟的时候，普罗迪就需要打得比较谨慎和猥琐一点，不好把前期拿下的优势还给对方。但是如果经验路崩盘的话，我这个玩法就不太建议去支援经验路。那是因为什么呢？难道其中有什么玄妙？这里有3个原因。第一，距离太远。
第二点，在敌人战士经济有优势的情况下，洛丽塔的技能机制很难帮忙队友反杀对面，反而跟经验6队友一起坐牢的几率会更高。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玩法套路核心就是射手，如果因为跑去经验路，那原本有优势的金币路被打爆的话，那样的话损失就太重了。那我们如果玩这个套路，需要注意些什么？那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点就先从选人阶段开始讲吧。首先，因为现在拥有分路机制，双排的情况下，我们是100%可以拿到金币路和游走的。在游戏开始之前，我们2个人同样选择金币路和游走路就可以了。到时进到游戏位置不一样，兑换一下就可以搞定了。不过换位置的时候要注意看跟你换位置的人是不是你的队友，要仔细看名字。然后到了选人画面，我们射手可以直接第一个按扳墙，毕竟这个套路的核心是普罗迪，换了其他射手的话，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了。然后第二点就是洛丽塔这个英雄越迟选越好，敌方有2个或以上可以反射的英雄才可以玩洛丽塔。另外，如果敌方有过多可以打断洛丽塔2技能的话，也是不可以选洛丽塔。我这里重点列出2个英雄，第一个冰女欧罗拉，第二个就是库夫拉。比较幸运的是，这2位英雄的出场率都不高。那听老尤你这样讲，很多时候不能选洛丽塔的时候，我们玩啥？这时候就可以拿出这个套路的第2个方案——米诺陶辅助。米诺陶的回击技能拿跟洛丽塔一样的就可以了，战场技能同样选择治疗之拳。这期视频过后，我也会做出一期这套路的米诺陶逆风翻盘的视频，也可以顺便做米诺陶的教学视频。至于出装就跟洛丽塔差不多，现在就让小帅出来把我的出装思路分享给大家。老尤这套路的洛丽塔玩的是 CD 流，首先第一件装备选择 CD 血，如果是玩米诺陶遇到太多强控的阵容，就可以选择坚韧血。而第2件装备就看现在版本的情况，敌方阵容很常会出现吸血和回血能力强的英雄，所以通常情况我会出统一圣盾。洛丽塔和米诺陶这2个英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俩都是可以使用眷顾祝福给队友提供回血效果。所以我们第3件出装选择绿洲之瓶，这个可以保护队友的保命装。这里有一点比较重要，所以小帅要特别的讲一讲，绿洲之瓶这个装备对于肉辅而言，不适合放在第2件装备就拿出来。我们先出1件肉装之后再出绿洲之瓶会比较好，毕竟我们玩的是肉辅，是需要做前排抗伤害，身板太脆可不是好事。顺风局还好说，但如果是逆风局就会非常的难受。第3件出装我选择神域这件增加冷却和治疗量的防御装，因为老尤玩的是 CD 流，这2个英雄对于技能的冷却有很高的需求。第5件出装我选择先出保命装不朽，米诺陶的话可以拉到最后1件再出也行。至于最后1件防御装，我们就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敌方法术伤害高，我们补女武神的庇佑；物理伤害高，我们补远古铁甲。至于第2件出装，如果不需要减治疗，我们可以根据2种情况来选择防御装。第一种情况，比如敌方有过多法术伤害英雄，我们可以直接出女武神的庇佑；如果是物理伤害高，就选择远古铁甲。先把这种坦度高的装备做出来，确保坦度。普通阵容的情况下，如果老尤玩洛丽塔，会先把神域给做出来。米诺陶就不建议这样出，原因是洛丽塔这英雄在坦克里是属于坦度比较低的英雄。我们要做的是合适利用2技能去反射敌方的伤害，做到这点就可以弥补到坦度不足的问题。合理的运用2技能是玩好洛丽塔这英雄的关键。如果玩不好这点，就算全肉出装也打不出这英雄的精髓。但是洛丽塔这英雄对于新人玩家要玩上手，就需要一点时间去熟悉每个英雄的技能。要知道那个英雄是我们可以反射的。首先，这英雄的射手洛丽塔几乎都可以打出克制效果，唯有梅丽莎和波波鲁、库巴这2个射手比较难克制。最近连比较多人玩的亚蒙也是洛丽塔可以反射的对象之一。讲了那么多优点，那么我们开始聊一下这组合会比较惧怕什么阵容。比较能克制这组合的，我们先来聊聊法师职业。几乎洛丽塔无法反射的法师都可以压制这对组合。不过比较高兴的点就是这类法师普遍都比较少人玩。我们先把有大威胁的先讲出来，例如武则天、奥黛塔、扎斯克、古尔德、神乐、欧若拉、法莎、凯蒂塔、莉莉娅、竹星这些。不过这里我只会半点出场率最高的武则天。如果以上的英雄搭配到泰格瑞尔和阿特拉斯这种强控英雄，玩普罗迪的一定要带洗礼这个战场技能，不然一定被捉就是绝杀。反之，敌方没有这类法师英雄，我们玩洛丽塔看准时机开2技能，一般情况都可以把人救下来。
物理刺客英雄的话，一般前期对普罗迪都能有很大威胁，但这种情况等到普罗迪购买了自然之风，就是我们反打的时候。物理刺客要说威胁最大的，就这100场里总结的经验，小帅觉得是银。至于范妮就不提了，因为他一直住在别墅里。至于前期最比较能打爆这对组合的刺客，我觉得是兰斯洛特，不过不用太担心，几乎后期都能打回去。最后小帅分享一下，老尤是运用那种方法能让队友帮抢的。第一种是发消息请求帮抢，遇到队友不回应的情况下，老尤打字发 help 的消息，能得到的回应是很多的。最后一种手段是比较直接的，我们可以直接发战绩胜率。这个办法在这100场内几乎都成功让队友帮抢，不过这招不建议常用，怕遇到野人。但如果是面对敌方的法慈英雄，就只有左儿这个英雄的威胁最大。经验路的话，小帅觉得鬼龙龙和阿洛特对这个组合的威胁是比较大的。总结一下这套路100场里一共输掉的13场的情况。情况1，因为选不到普罗迪射手。情况2，普罗迪没有带洗礼技能，遇到阿特拉斯或泰格瑞尔和加上无法反射的法师英雄组合。情况3，不要遇到玩到比人机还烂的队友。最后一个情况就是这游戏最近有一个 bug， 就是游戏一开始没有显示我们预购的装备，导致打野玩家游戏一开始都错买匕首，并没有买到打野鞋子的情况。一旦遇到前期野区，直接被打爆。老尤玩这套路，越到后面的游戏难度是直接飙升的，匹配到敌方神话90多星，我方3的队友20多星都是常态。至于最近的话，几乎每一场游戏都是逆风开局的。所以我们玩这个套路的话，我们心态要稳，就算是逆风开局，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只要我们能熬到射手装备成型，我们都有反打的机会。我频道里有关洛丽塔和普罗迪的短视频，都是在这100场里打出来的。有兴趣的兄弟可以去找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打配合的。这期视频的内容都是从这100场游戏里面所总结出来的，无论徽记和装备的选择都是为这玩法组合所选择的。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可以给老尤点个赞，留言和分享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对于这个玩法，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询问老刘。也在这里祝福大家上分顺利，游戏愉快。我们下期再见。